太寻历史言语引起的人文传奇。大家好，我是逆盘硕士。发生在清朝咸丰同治典建的黎永河燃烧鼎起时，其规模在清代西南地区规模空前。其风暴之眼1859年发动于云南，旋即西转川、鄂、豫、陕、甘5省，烽烟6载，天地为之变色。在当时，这一声号疾可谓惊天动地，影响深远。别看这场风潮是一元6省，其实战事的主战场是在四川。起事军所到之处，刀光剑影，铁蹄踏遍蜀地40余州县，兵锋最甚之时，旗下仅有30余万之众，可谓声势浩大，惊动朝野。过去，李兰起事常被归为农民起义，但细细梳理，这种说法其实未免浮于表面。若拨开迷雾，懂它背后，那真正的操盘手却是蜀中各老会势力，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袍哥。这是基于这场起事，袍哥势力由暗转明，从一个伸长市井、反清为主的秘密会党，开始登上四川的民间政治舞台。他们像水银洗地，渗透到蜀地的各监城。有至20世纪初，辛亥革命前，袍哥组织已遍布巴蜀丞相，处不在，誓言一时无两，川人以军移入袍哥为荣。其实，袍哥创建之初便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复明只是说说而已，但是反清这件事的确是他们一直在做的。今天要说的正是李兰起事期间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大对局，双方投入兵力多达40余万，腥风血雨，旌旗蔽日，场面空前，堪称近代西南史上罕见的殊死较量。而这次决战也成为李兰起事的转折点，打破了最先他们在牛佛渡会议上所计划的夺取城东、占领四川、与太平天国、满清王朝三分天下，然后再到兵强将猛之际，北定中原的计划。而在牛佛渡会议上定下的军事行动，就是兵分两路，南北夹击成都的缅州、梅州两大战役。其实缅州战役，中方投入的兵力也达到了30余万。但是考虑到其实真正的对局其实是李谭的顺天军与骆秉章所率领的湘军的对局，而骆秉章入川并发动进攻之时，南朝鼎特大军已经围攻缅州达4个月之久，已经是失老兵乏。所以在咸丰11年8月初1，骆秉章虽然是恶战数天后将南朝鼎逐出了缅州，退守丹陵，但是这场清军险胜的恶战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帮忙。南朝鼎令人挖地道炸城，偏偏遇到连日阴雨，炸药受潮，虽然移兵到城下，却被炸下。准备引水灌城时，又偏碰到了涪江的泛涨，将他们局促的长堤冲毁。所以这场真正的大决战其实是梅州之役。此时，骆秉章已经拿到了自己心仪的四川总督之位，摆脱了地方大吏对他的干扰与掣肘，接管了四川军政民事大权。朝廷已经下令他可以调动四川所有的人力、财力、物力来对付李丹的顺天军，并且可以毫无牵制地调动在川的湘楚、川滇、陕甘军队。在缅州之役开始后，咸丰11年4月初9的时候，李永和就已经开始分兵驻扎于张安子、咸坡岭、虎壁塘、五里山、松江口、提文坎等长镇，连营数十里，互为绅士，将梅州西南北三面为定。但是因为缺乏空间火器，对付城墙坚厚的州县，只能缓攻，很难一鼓而下。兵力部署完成后，军师何从振便开始率师扫荡梅州周围之地淡浦江，击琼中，攻大邑，进围重庆，使各地官兵民团穷于应付，力求自保。二兰以旁顾梅州，饭后又于5月初回师反攻梅州，据新农场。驻防梅州西门的参将陈祥兴仗势有万余名川军，当顺天军抵湘尔市等地后，便不断派出小股的川军出城试探虚实，释放枪炮，焚烧残存的民房。李永和不予反击，于是西门守军气焰渐张，以为义军拒战，防备终懈。时间到了5月初5端午节，陈祥兴领百姓前往均匀劳军，官兵大吃大喝过节，随着就在腊邑。李永和突掌挥军演习西门，城部川军一半分渡城内，一半分渡城外，城外之敌不防顺天军一袭突然遭到打击。云林丁宗昌作府抵御意大利是对手，被顺天军一顿刀劈枪打杀得鬼。待到陈祥兴从城中集齐支援时，淮军早已悉数北歼，顺天军以抗造洋枪弹药遁走了。新任四川提督蒋玉龙驻防梅州，正如骆秉章在筹办川北巨鼓起行者中所奏，不过是要以蜀提臣蒋玉龙督率所部兵勇前至南路之责，必承得意专办南吏一苦。他的意思是叫蒋玉龙帮他敲敲边鼓，要川军跑跑龙套。因此连次蒋部
擅守梅州，守住成都揽大门，以牵制李永和北上。尽管各处报警皆有所不坚固，而唯以进岛汴州为实。蒋玉龙的端木惨败，他点上孙田军攻火西门，断送了他全盘的战略计划。他十分恼火，便参合一板，结果蒋玉龙各自留营，陈孝兴被检卒军子留在梅州帮办团练。5月上旬，顺天军将领何国良攻定远，都被张派手下大将黄顺熙率湘军果毅军迎在。何部粗预装备了洋跳洋炮的清军作战毫无经验，以致胜局惨重。何国良自己以中弹身亡。此战胜利后，湘军因而十分狂妄，只出一仗便打出了湘军的威风。可是不足3天，顺天军将领张底才、朱国谦、何兴顺联军设伏于二郎场。黄顺熙骄兵几进，被困于两山之界的狭窄地带，旋转不灵。在顺天军痛击下，湘果毅运大败，黄顺熙受伤被俘，被斩于二郎场。再说骆秉章遂照例汴州之战的结束，骆秉章令参战的清军民团迅速开赴梅州前线，对包围梅州南西北三边之顺天军实行反包围。一方面是得胜之师气焰振声，一方面是受挫的哀兵志在复仇。梅州城郊战云密布，许战之势已成箭在绝杖。下面我们来看看梅州之役双方的兵力对比。从兵力对比上看，清军与民团总数在24万左右，多于顺天军逾5万，而且兵器精良，粮饷充裕，后备力量雄厚。虽然杂派部队多半在万州冲阔，战斗力较差，但是湘果山军却为劲旅。于是双方将兵力主要集中在打梅州这一关键性的战役，将决定双方最后的命运。倘若顺天军战胜的清军，前敌主力便可挥军北上，一顿打佛兰大沿杆，就可以在成都的肩上走一走了。若战败，则顺天军两路主力都将伤势殆尽，在清军重兵合围下，丹宁、清盛两县及根据地，这将危如累短。夺取全川的战略计划降阵泡影，全军亦将面临巨大的危机。就算道死人从梅州全线撤退，也会遭到分割围困，逃不过在各地而被各个戒备的击决。而骆秉章方面，要是在梅州获胜，他这一品顶戴就代劳了，石川总督的交易已坐稳了，说不定还能像曾国藩一样出将入相。说他在梅州战败，李永和趁势夺占城东，顺天军将更大的发展，四川局势更不可收拾。那他不死于顺天军至守后已会充兵戍边，或成为朝廷的刀下之鬼。所以这一仗，双方针锋论麦芒，都将是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经过最后的紧张的调兵遣将之后，梅州之役于咸丰11年10月初1正式打响。拂晓，唐佑根的八营滇军、李德胜的10营湘军，以及简引的彭团、陈孝兴的每一团，共逾6万人，率先从红庙场往家场到梅州城郊，向顺天军防守的象耳市、快河山、赖娃石的前哨阵地发起了攻击。利用河水禁令象耳市等处的军队后撤，放弃了不利的作战阵地，同时还将岷江东岸的红庙场、马一贯、毛德兴所率的顺天军撤至了张家坎。就这样，宜德胜的骑射军很快就进占了象耳市，并立即向东华场、松郊口进犯。唐佑根在出山占领快活山，在张安子一带同顺天军小有接触，顺天军没有恋战，随即主动撤走。唐佑根本为顺天军叛教，深知李兰用兵闪失诱敌深入而后围歼之计，因而不敢穷追不舍，且顺天军不愿战，恐有圈套，于是便率军突围象耳市一带驻防。其实李永和这次搜索阵地并不是单纯的想诱敌深入，他也有他的考虑。毕竟当时清军袭兖州胜利之危，此时正是锐气正足之时，所以肯定会一味寻找顺天军敌战。而顺天军此时军心上浮动，收缩防线，用力量，第一是防着被分割包围，第二可以集中军锐力量，寻找机会对付最为强悍的湘军主力。而这时湘军副军云以太、豫、姚、朱营3万余人进驻梅州玉兴场经营事后，也在寻找战机。此时唐佑根、黎德胜军已占领象耳市、赖拔石。副军营将尤德谦见顺天军急急西撤，以为顺天军被吓怕了，不敢交锋，便令7云兵丁统帅开拔，兵分3路跟踪追击，抢占黎德胜、唐佑根之前，迅速击进了顺天军的后队。傅军营等行至黄中坝时，却失去了顺天军的踪影。只见此地水田深陷，树无新绿，除了冷风飒飒，阴冷团团，已经得如同一座坟墓。
正在清军彷徨不知进退之时，突然林中号炮轰鸣，杀声劈空而至。清军这才知道贪功冒进，中了顺天军诱敌深入之计。紧一招，只见山坡上树丛中竹笼里，房舍间数不清的顺天军高声呼喊遭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顿时将清军围困在水田阡陌巅。柳德谦抵命等队引战，奈何道路狭窄啊，不少清军滚落田中不能自拔。顺天军早已憋住了心头的愤怒，此时哪容他从容反击，扑上便一阵的砍杀。清军大乱，拼命往回溃退。顺天军负手心气，见清军久杀，黄忠霸伤大水田中，半覆着一沉尸体。道路上淌着徐水，1万名清军掌声于此。由于顺天军没有封锁住敌军的退路，柳德谦逃出了去来1万人，其中有数千名的马队，故仍有一定的战斗力。不过几经痛歼，已成惊弓之鸟，即向官分坝一带溃逃。顺天军不容禅地有喘息机会，一路起杀起追，沿途被追上了清军又有100余人毙命。黄忠坝一战，湘军损失平2万人。但李永和知道小胜不足以改变美洲战场的局势，敌人已不会再在黄忠坝再来个第2次上当，便令顺天军打扫战场，收缴清军丢失的枪炮、奇器，于初6日黎明前悄悄撤至了松江口阵地。他的目标还是非常明确，就是要准备全力对付正从玉兴场冲锋奔袭而来的湘国军。还在黄忠坝围歼护军云之时，李永和便与丹宁西线的蓝超鼎联系，待湘国军援助黄忠坝清军进驻官分坝一带时，来个东西夹击，把他一口吃掉这5万湘军主力。如果这一招棋得手，其余杂派军便会动摇，骆秉章这盘棋便出定了。库尔当、何松琛、西华尧、冯敏带领本部人马3万，于初6日从丹林进入梅州万盛场。经东莞进据冬瓜场后，就立即沿思蒙河西岸进入阵地。当日，湘国一军从官分坝3榜进入黄忠坝，将民房树林烧光。不过魏巡的战机随即掩埋清军尸首，然后凯旋而归。初7日，骆秉章征西丹宁西线何松琛、西华尧率队进入梅州冬瓜场，即令湘国一军回师抵御。其实，湘国军进入了梅州城西北部岷江与思蒙河之间、象儿寺、松江口、冬瓜场之间的狭窄地带。下午接到落令，即向思蒙河进发。其实，湘军达志营奉命从象儿寺出发，掩护湘国军之后路，提防松江口顺天军抄袭湘国军。初7日翌，湘国军进抵思蒙河东，与河西之何松镇、西华窑部隔河布阵。时至初冬，河水浅窄，毗邻思蒙河的冬瓜场地势平坦，一览无余，对于顺天军极其不利。相反呢，对于拥有远程攻战的阳江火器的湘国军，却能充分发挥威力，并可免除佛军偷袭的危险。然而，顺天军将是对于气势汹汹扑来的湘国军全然不惧。初8日凌晨，何忠镇传令众军饱餐战饭，餐后将煮饭的锅一砸了，表示决一实战的决心。随后命令各部有洋枪的兵全集中到第一线，排列阵势，释放枪炮，率先向湘国军挑战。湘国3军在吴中和、萧清高、何胜弼指挥下，守备游击带头冲锋，前总把总，拼死扑活。杨军大队设造1尺深的河水向西岸扑来，同时不断发射枪炮，用喷筒、火弹起焚起杀。顺天军将士寸步不扰，不停地放枪还击，组织反冲锋。在河中用刀矛石头狠击湘军，打退了优势兵的数次进攻。很快的，双方战士的尸体便堵塞了小河。在战斗中，浴火大战的顺天军士兵败后向敌人与敌人滚抱在一起，同归于尽。当湘国军以马队为前锋猛扑河西时，顺天军阵地被冲开了一个缺口。湘国军随马队蜂拥抢夺河西，眼看顺天军阵地危急，正好蓝超鼎派遣的第2支参战部队飞驰而来，为首的是数百匹战马组成的铁骑云，随后又是近4000人的花旗云，在顺天军将领刘爱的率领下，直扑敌军马队，混战在一起。由于顺天军的到来，河西顺天军顿时勇力倍增。河从之阵，细华窑立即将2力冲开了缺口合拢，把湘军半途的人马打退。过河的1000余湘军被围困河西，迅速遭到歼灭。中午时分，双方激兵，豪斧大战。简引、陈相信2部的民团赶到了河东，适逢李永和的远军3万人已从松江口赶到，湘军及民团腹背受敌。河东镇、西华窑
刘桓立即率河西顺天军悉数反攻河东。襄国左军首当其冲，受被萧仁达及都湘军迎战，被冲过河的顺天军刀劈于河岸。腾眉两县民头安见顺天军如此骁勇，吓得急忙向襄洱市白马阜方向逃跑。襄国三军在顺天军东西的夹击下，早已落拿阵脚。府中侯还想挽回败势，指挥卓武营向前突击，被冲旁猛袭过来的顺天军环峙一矛，穿破塞下侯戟，险些当场丧命。还好被身边的兵变救复，逃离了战场。顺天军为了消灭这部湘军精锐，一直战到了黄昏。然而此时清军援军已纷纷赶到，在重创敌军之后，顺天军收队回到了松江口。襄国军左军各营损失惨重，火中火已重伤，由副将刘景春及提携指挥。经过2天的补充休整，一场更大的血战在松江口展开了。10月11日清晨，骆秉章以传滇各军监视张家坎、五里山、黑龙场、四猛镇、莲花场、各垒顺天军的行动，旋即派出湘军主力分3路攻打松江口黎永河阵地。襄国一军为中路，从泥泉江直扑松江口正面；副军营达志营为左路，从黄中坝攻松江口西缆阵地。最后，襄国3军为右路，作为主攻部队。黎永河已是清军前敌陈昭应战，河中镇等将领冒着飞地般的弹雨来往指挥，依靠深沟坚垒打退了湘军一次次疯狂的进攻。湘军势在库地，用喷筒火弹且烧且杀，但因经过多次战斗，顺天军离湘军这套火攻分数有了教训，用尸杀敌视掩埋，并使用强攻进士或枪火炮还击，使湘军遭到了大量的杀伤。战斗延续到了中午，右翼阵地前的堑壕已被敌师填满，湘军突破了深沟冲上，黎永河率精锐奋勇反扑，将湘军杀退。驻守刘家祠的顺天王夫人徐氏，并将驻扎在双凤桥、刘家祠的兵系局、逍遥局、梁台文案及部分的水军将领驾眷共数百人组织起来保卫大营。双方许战整整一上午，到了下午，骆秉章使出了最后一步棋。护军营接到骆秉章的命令，由前营甄志友、副中营霍湘辉率领所部5000余人扫到偷袭刘家祠。甄霍两运出发后，骆秉章传檄左中右3路湘总要不惜代价，大张声势，反复的冲锋，紧紧咬住松江口顺天军，以防刘家祠那边的战斗打响后了，黎永河调出部队支援。此时的松江口战场一片血一片火，说白都已经杀红了眼。湘军不断释放的枪弹、火弹又喷筒环绕顺天军的阵地。顺天军已不惜一时，有些士兵甚至带上满身的大火，抓住警军同归于尽。尽管湘军假剑炮利，但是顺天军凭险据守，双方激战了1天，湘军也没有攻破顺天军的防线。只见松江口的前线两军尸疾如山，血把流泥土浸染腾红。这边松江口续战放寒，那被湘军副军营偷袭的部队一起牵制了双凤桥，并很快的突破了大云警戒，扑下了刘家祠。顺天王夫人闻警，立即派人飞报松江口，同时命令所有能参战的人统统投入战斗。这些兵系局、逍遥局的工人、粮仓的守军和文字人员、妇孺、伤科医师、伤兵及少数的当地的百姓，手持兵系局修复来了从战场缴来的武器，同仇敌忾地进入了一场殊死的战斗。湘军的人数超出了大云整数7、8倍，且是正规之兵，对付一群刚刚拿到武器的男女老少。但留守大营的人毫无畏惧，从田坎、墙头、屋顶、树后释放炸弹。湘军想不到会找到如此猛烈的抵抗，几趟进攻留下了白氏举尸体，又退了下去。但因松江口的战事激励，湘军不断的冲突，险象环生，其不断的减员，战斗越来越紧张艰苦。而留守大营的数百人中，唯有兵系局逍遥军的战斗力较强，在打退了副军营的几度进攻后，已伤亡不少，而弹药已渐渐来告急。相持到黄昏，松江口的远军还是没有到。偏在此时，骆秉章从主攻松江口的襄国军中抽调了襄国军副左云刘习义，率部3000余人奔远湘军副军营攻占刘家祠。大云守军战至弹尽，又同敌人肉搏，直至全军全部壮烈牺牲，入邑投降。刘家祠陷落后，顺天王夫子的尸体被铲破了湘军砍下了头，又乱刀砍来，泡入了火中。湘军纵火烧了刘家祠，并将粮食、数万斤的硝药通通烧尽。入邑，松江口沸腾那一天的战场只是宁静下来，空气中还弥漫着树木和尸体焚热的交错。上选月照到沉沉底底的残肢断壁，有不少一分辨不出是顺天军的弟兄还是敌人的遗骸。尹永和知道此时弹药粮草俱食，再打下去也只能是全军覆没。
并下令铸造在张家坝、石门镇、五里山、黑龙场、莲花山的顺天军同志撤离了美洲战场，沿着滔滔的岷江向清兴线而去。美洲续战至此落幕。美洲此役的失败，意味着起事军队由全盛时期走向衰败，顺天军元气大伤，在四川境内的活动更加艰难。据说清军再次集中主力围攻了仍在丹宁据守的南朝顶部。12月中旬，丹宁失守，南朝顶阵亡。次年，骆秉章又再次挥师清省，李永和弃城突围，最终被困于农工厂。9月18日，李永和冒得新北服，后被接往成都杀害。哥老会作为晚清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秘密结社组织，在李兰起事之前，不管是在民间记事还是官方记录上，都只是作为一种带有暴力性质的游民团伙进行的记载，还忽略了其可能存在的政治要求。直到李兰起事，官方才逐渐认识到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比如李兰作为2个贩卖鸦片的失销，其影响力根本不足以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共产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给付济贫、开商放粮等主张，但是就像刚刚开始攻打前围以及攻下制共盐场后，10几万的团工和盐工纷纷的归附，那依靠的力量是什么呢？盐工、船工是活不下去需要铤而走险吗？需要造反是失去了生产资料的农民？盐工和船工显然不在这个范畴内。如果不是，那这背后的势力又太强大。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李兰起事平息后，豪科势力正式崛起，在近代的巴蜀社会中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比如打洋旧运动，以余栋成为代表的袍哥力量发起了对洋旧的打击，由袍哥参与卷入了保路运动，最终引发了辛亥革命，均显示出了袍哥民间政治的威力。进入民国后，袍哥民间政治主要以其强力的力量渗透于巴蜀整个社会的阶级之中，控制影响着巴蜀的现代社会，这成为了民国巴蜀地区独特的社会现象。